比特币强势站稳71000，难道行情反转底部已出，还是猎杀空头拿到流动性之后再出现破败信号？这里是加密阿尔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比特币行情，这个呢是比特币日线图。从日线级别来看，我们发现昨天是一根大阳线。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它在前面这一带的盘整区好像撑住了。那么我仍然认为前面这个平行的高点大概率是会来到的。如果说来到这边就完成了 AMD 的形态，个人认为这样一个 AMD 形态的话，很有可能会继续上冲到上面做一个假突破，然后随后下跌。那这样的话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做空的机会。那目前看起来它好像是比较颓势的，实际上并不是。你可以看它进入到这样一个横向盘整区的时候呢，原先往下跌，第二天收回来，接着呢在这个方向上出现了长达1个月左右的横盘整理的时间。那么窄幅的盘整呢，它一定会来到上面，也一定会来到下面。所以呢，就目前来看，它好像是测试一下，有点想要往上走的意思。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，这边低点、低点、低点、低点，不断进行抬升，让我觉得它往上面冲一下，去猎杀掉这样一个空头的止损是比较合情合理的。猎杀完之后呢，再往下走。这个时候呢，不要有这样的新闻或者是那样的解读。如果你不能从 K 线中预判它的趋势的话，看新闻或者是看解读，只会让你更加的混乱。那目前呢，我仍然是维持原先的判断，认为它可能还会继续往上涨。来到上方去猎杀掉这样一个空头的止损，然后呢再进行到一个下跌。那就目前小级别来说也是比较清晰的，我们发现低点呢也是逐渐的抬升。起初很多人会觉得7万比特币不一定能站上去，但随着测试几次之后，把上方的抛压逐渐消化掉，它就有可能继续往上面涨，把上面一些显而易见的高点全部都进行到突破。那从 AMD 的角度来看呢，这个 D 的派发区首先是要看到前方的高点，也是在73100左右的位置，我们给它标注出来。那第二个位置的话就是76000，这个位置的话同样也标注出来。这两个的话就是前方平台的高点。从清算地图的角度来讲，这两个位置呢也是逼空利润最大的位置。72000和73000总共累计有 2.6 亿的清算量。所以接下来就只要关注这两个位置即可。其实后面这个位置的话，不用看这么远只需要盯第一个位置，也就是73000左右附近。综合来看，不管国际局势多么紧张，导弹再怎么飞，你应该关注你的止损位以及其他的一些空头，尤其是它突破到这里跌下来之后呢，是不是要开始追空的机会？那这个是目前非常清晰的交易计划。分析完技术面指标，我们再看一下基本面信息，这对我们判断未来资金流向非常重要。不得不提微策略公司，在市场极度恐慌，散户都在疯狂认赔杀出的时候呢，微策略创办人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他正在买入比特币。他甚至还挑衅地询问他100万追随者，问大家是不是也正在购买比特币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早期采用以及他背后的庞大机构对比特币的信仰仍然坚如磐石。微策略这家被华尔街视为最高杠杆比特币投资工具的企业，再次向全世界展现了他们对比特币的狂热信仰。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数据，就在加密货币市场价格剧烈波动，大家吓得半死的2月23到3月1日，这短短几天之间微策略居然豪掷了2亿美元，真金白银，疯狂扫货3015颗比特币。这笔神级操作直接让微策略公司的比特币持仓突破了72万，总数量来到72万0737枚比特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们这次买入的平均价格大约落在了6万7700美元左右，这个价格是明显低于他们公司整体持仓的平均成本7万5985美元。这代表什么？显示这家巨无霸公司正在透过市场低档的时候呢，不断加码来摊平他们整体持有的成本。我们再看向另外一条重量级新闻，就是美国2月份 ADP 就业数据将于今晚发布。为什么说这个 ADP 数据比较重要呢？因为现在比特币价格在上冲，马上就要到空头止损的猎杀区。那接下来问题是，猎杀完了之后是向下呢，还是继续向上？还是说猎杀完了，趁着这个空头的挤压，推动价格进行反转，继续向上？决定的因素呢，可能跟 ATP 有所关系 ，ATP 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索。那 ADP 的话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就业数据这个数值前值的话是2.2万，预测值的话是5万，也就是说人数有大量的上涨，这就意味着预测市场就业环境是要回暖的。那接下来实际数据出来呢，可能会有2种情况，第一种，就业真的就这么好，或者是比预期还要好。那再叠加伊朗这边的战争呢，一时半会结束不了，会引发进一步的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加上就业好，那降息呢更是遥遥无期，所以对于市场来说呢，是一个比较大的利空。这个呢会导致上冲来个假突破，然后快速跌回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就业数据没有想象中这么好，那么接下来市场就会陷入非常糟糕的情况，就是滞胀。
通胀高居不下，就业呢一塌糊涂，这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问题很大。所以我今天的个人观点呢，更倾向于，即便开始上涨了，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追涨的好机会。还有个新闻，它跟美国政策监管有关。大家都知道，政策往往能决定一个行业的生死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平台发表，他表示传统银行业现在正在试图削弱他所签署的 Genius 的法案，并且呢，这些银行因为反对稳定币的收益安排，正在恶意挟持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简单来说，这个市场结构法案自从今年1月被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推迟审议之后，就一度陷入到僵局，停滞不前。双方争议的最大焦点在于，就是允不允许 Coinbase 在内的第三方加密机构向广大稳定币持有者提供利息收益。传统银行肯定不愿意，因为如果稳定币放在 Coinbase 还能产生利息的话，谁还会去存银行呢？所以银行拼命阻挡。目前白宫已经亲自出面牵头调解双方的一个矛盾，但非常可惜，直到现在的话都没有达成任何共识的协议。这代表加密货币在美国合法化进程仍然充满了政治角力和不确定性。总结一下今天内容：第一，比特币的技术面虽然因美股而暂时免于大跌，但目前仍然深陷收敛三角形的泥沼中，随时有向下破位测试的风险。第二，中东的地缘政治危机已经全面升级为多线热战，美伊双方都不惜任何代价，这将推动全球通胀预期和避险情绪。如果美股因为战火继续暴跌，比特币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，前景还是极度不容乐观的。三，虽然有微策略这种巨鲸还在低档疯狂扫货稳定军心，但美国内部的监管法案仍然卡在传统金融和政客的利益角决之中。短期之内的话，迎来真正的政策大放水是比较困难的。在这种多空交战、危机四伏，而且宏观环境极度不稳定的时刻，还是要保证自己的本金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呢去盲目猜底，不要看到一根阳线就以为牛市回归，不要让自己成为主力。此外，针对微信群风控严重，我们在 QQ 开设的新的撸毛群，欢迎各位小伙伴的加入。最近我们在努力推进社区建设，往后将和大家一起撸毛，每天准时推送最新空投项目，以及一直坚持下来的币安阿尔法、OKX Sports。今天刷什么标的，什么是最低磨损，欢迎大家的加入。讲到这里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，还有众多新人福利。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s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，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。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。同样，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，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，通过简单的参与，比如说转发帖子、关注，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，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。那这些积分的话，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。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，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。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机。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